说到最残海军，就会让人想到蒙古，毕竟明明没有海，又是个内陆国，非要搞海军，最后整了个7个人3艘船的军队。但其实最惨的还不是蒙古，有这么个国家，花了7年时间整了40艘船，人也凑齐了，大家伙就等着下海威风一把。结果呢，回头一看，自家的海没了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，与阿富汗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44.89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3637万人。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上唯二的双重内陆国。什么是双重内陆？就是自己是内陆还不够，和你接壤的几个邻国呢，也都得是内陆国。而乌兹别克斯坦就是这么个国家。虽然都在中亚，但乌兹别克斯坦的运气明显好得多。地形主要以平原为主，占了全国面积的2/3。不过当地的天气还是不好，整个就是大陆性气候，冬冷夏热，而且降水也不算充足。不过好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资源丰富，光是探明的矿产就多达100多种，其中黄金储量3350吨，是世界第3多的国家，1亿吨的石油，3.4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，19亿的煤矿等等，这些矿产的总价值就已经高达3.5万亿美元。靠着挖矿，虽然乌兹别克斯坦经济不算发达，但日子过得也不差。奇怪的就是，明明是个双重内陆国，它也不挨着什么海呀，怎么总想着要花钱搞什么海军呢？蒙古也不沿海，也搞海军，结果把自己搞成了笑料。而乌兹别克斯坦图啥？蒙古一个内陆国搞海军，结果呢，要实力没实力不说，硬生生的把自己搞成了个笑话。而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个双重内陆国，不仅自己内陆，邻居也个个内陆，他居然也去搞海军，咋的呀？是家里有海啊？哎，还真是，乌兹别克斯坦家里还真有海，咸海。虽然咸海是湖，但人家的巅峰面积可是有将近7万平方公里，你说是海也不算是说错。而乌兹别克斯坦之所以想整个海军出来，也是为了咸海里面的资源。作为曾经的世界第4大湖，咸海里面可是有相当丰富的渔业资源，生产里飞鱼等鱼。在苏联时期，一个咸海捕获鱼类资源就占了整个苏联总鱼类资源的1/6，创造了不小的经济价值。那个时候咸海还是苏联的内湖，赚到的都是大家的。但是吧，自从苏联解体，乌兹别克斯坦独立，咸海就成了它和哈萨克斯坦的界湖。咸海资源是多，但问题是你也要赚得到才行。为了保护自家渔民捕鱼，于是乌兹别克斯坦就暗戳戳了兴建起了组建海军的想法。他不仅这么想，也是这么做的。早在上世纪开始，乌兹别克斯坦就斥巨资，花7年时间从国外买了各种船只，共40艘，还在国内精挑细选了2000多人，基本上组建出了自己的海军部队。现在海有了，军舰有了，人也有了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现在就差军舰下水执行目标了。结果却让乌兹别克傻眼了，为啥？因为自家的咸海没了，境内仅剩的咸海压根儿就用不到海军来守。好家伙，这算个什么事儿啊？乌兹别克斯坦人船都准备好了，规模也比蒙古海军大得多，就差下水。结果咸海没了，面积就剩下不到9000平方公里。不是啊，那咸海好歹有近7万平方公里，怎么好端端的就没了这么多呢？其实吧，咸海之所以会干涸，和乌兹别克斯坦自己呢有很大的关系。当苏联还在的时候，为了梦想能在中亚种棉花，摆脱对进口棉花的依赖，当然能靠棉花赚点钱的那就更好了。于是就有人提议说要把咸海南北的2条河流进行改道，用来灌溉棉花、水稻等作物。于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，期间呢又专门修了条运河，来增加灌溉的面积，改善供水条件。有了调水工程的助力，当地的棉花产量逐年攀升，甚至到了80年代，苏联棉花产量占世界的20%，而又有95%产自这一片区域。可以说他们通过对大自然的改造，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。然而这个奇迹却是建立在咸海枯竭的情况下诞生的。苏联不是没想过要治理，但当时呢他都自身难保，也就没机会理会这么一个内湖。等到人们意识过来时，咸海已经枯竭到分出了南北海，而南咸海呢，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咸海海域。哈萨克斯坦经过努力，勉强保住了北咸海，但南咸海就不行了。等到了2003年，就几乎不复存在。也就是说，乌兹别克斯坦花大价钱买来的船舰全都成了废铁，只能搁浅在沙滩上，唯一的作用就是被骆驼当乘凉地用。蒙古海军好歹还能漂在水上呢。这么一对比，最惨海军非乌兹别克斯坦莫属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点来一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